千人传将士。我去，这是哪儿呀？我操！仙人！我操！这是不行，什么情况？我家衣柜大门竟然把我传送到秦朝了！寡人嬴政一统六国，自称始皇帝，欲要我大秦帝国千秋万代。今向上天祈求，希望仙人垂恩降世，赐我长生不老。千人传将士。我去，这是哪儿呀？我操！仙人！我操！这是不行，什么情况？我家衣柜大门竟然把我传送到秦朝了！这是真的假的呀？如果是真的，那我岂不是发达了？秦朝那边随便拿点东西，在现代都是古董啊！我现在就去换件衣服再试试。仙人又回来了。始皇嬴政拜见仙人。拜见仙人。哦，你就是秦始皇嬴政啊！哎，久仰。不知今年是何年？回仙人的话，今年是始皇26年。始皇26年，嬴政暴毙为始皇37年，也就是说，嬴政的寿命只剩11年了。老赵啊，我帮你算了一下你的寿数，你寿数只剩11年。放肆！不得无礼！还请仙人就朕。还请仙人就朕。好说。不过老赵啊，你之所以短命，怨不得别人，都是你自己作的。不过你放心，有我在，虽然无法保你万寿无疆，但是让你长命百岁，我还能做到。眼前可是扫平六国的祖龙啊，书同文，车同轨，统一度量衡。可偏偏因为这丹药暴毙，我一定要帮他守护大秦。多谢仙人。看来嬴政还惦记他的长生不老，要是不提醒一下嬴政，估计他还继续服用徐福那黑心玩意儿的丹药呢。徐福啊，徐福。我？哎，仙人认得徐福？老赵啊，我就问你一句，你到底想不想长命百岁？朕当然想，只不过若是仙人走了，恐怕朕再也找不到第二个能救朕的人了。好，那既然如此，你要做到3件事。第一，从今开始不许碰任何丹药。第二，不准熬夜批奏折，每夜必须睡够4个时辰。第三，带我回仙界，给你取点仙药补身体。只要你能乖乖照做，我保你，你能活到100岁。亲眼看到这大秦打破匈奴，征服四海，这些都是现代人的基本养生啊。可古代的医生地位比方士低，连扁鹊都能被齐桓公拒绝，以后啊得把医疗提上来。等我啊！哎，仙人留步啊！恭送仙人。这答应老赵的事情必须得办到，可这光答应有什么用啊？得有计划，很多事儿必须提前想好，一步错可能就……始皇26年，大军准备南征百越，虽说29年才开始行动，但结果几乎丧送了50万大军，也是导致后来大秦衰败的导火索。不行，这件事情必须要解决好，不能让大秦就这么毁了。但这门为什么会突然出现在我家？身为华夏子孙，有些事儿没办法假装看不见啊。首要目标，保证郑哥长命百岁，稳坐江山。第二步，就是以最小的代价拿下百越，不能再看着他们用人命去填了。冷兵器时代打起仗来，伤敌1000，自损800。古代战争的胜利，说白了就是用人命填啊。
大秦想要真的长治久安，军队的骨干就不能打光了。北边有匈奴虎视眈眈，内部人手又不够，要解决这个死结，最有效简单的办法就是降维打击，要用他们不理解的办法，迅速解决战斗。有了，投石器，投石器再加上简易的燃油弹，放火烧山，那百越族在山里面，想来必不会好受吧？放火烧山，牢底坐穿。大秦应该没有这种法律吧？南征百越有眉目了，可嬴政要的保健品太贵，我就1万块。刚辞职面试泡汤，跟老赵要经费会不会没逼格？保健品死贵，先等等。还要留钱买杂交水稻种子，那可是大秦的命根。哎呀，我攒了1年的工资，就剩300多了。老赵，你可得对我好点。白萝卜，大唐才传过来，西红柿青椒明朝才有，橙子能防败血症。大秦有了这些，远洋都不是梦。先生，回来了。哎，这是什么呀？此乃仙人从仙界带的仙物，诸位爱卿，尔等务必小心，损了半点儿，镇定，杀无赦。遵旨。不至于，不至于啊，没那么严重。我给你介绍一下，给你带了土豆、地瓜这2个最为重要，耐寒耐热，有土有水就能种。地瓜亩产6000斤，土豆1000到1500斤，只要这2个好好种下去，定能解决大秦的粮食危机。太好了，这就有救了！天佑我大秦，得此鲜粮，定能忽悠我大秦绵延万代。知苏内史，臣在。立刻将此鲜粮种下去，他日丰收之时，就是拿下百越之日。好，陛下要南下，我能助你减少损失。不过，在为你展示神兵之前，不知陛下可曾听过猛火油？猛火油那是何物？我大秦从未听过此物啊。大秦本就没有猛火油，我就是好奇，史书没记录的词儿，是不是真的从未存在过？西汉才有的猛火油，不过是未经提炼的石油，古人不懂利用。看徐福那个家伙，连硝酸都敢往炉子里扔，能没碰过石油？猛火油先放一放，这叫投石器。简易的、复杂的，大号小号都记录在上面。原理呢很简单，拿给我们大秦的能工巧匠看一看，便能做出。投石器配合猛火油，对付南方的蛮族会非常有效，但放山火是非常危险的，一定要让我们的将士远离，避免误伤自己人。非我族类，其心必异，对异族谈什么良心？天下大同那是空谈。哎呀，仙人手段果然妙哉！李斯，臣在。投石器的事交给你处理吧。诺。李斯啊，这投石器交由你去督办，如果有什么问题，随时来找我。至于猛火油嘛，等我有了消息，自会通知你。李斯对大秦是真忠诚，有能力有功绩，可就是怕死，跟赵高联手伪造圣旨，为了一世英名。李斯在，赵高肯定在。这燕人是彻头彻尾的背叛者，比李斯可恶10倍。可只要嬴政活着，大秦就乱不了。先保住秦始皇的命，其他的慢慢算。仙人今日拿回来那么多仙界之物，朕受宠若惊。不如朕让能工巧匠立刻建一座仙人府邸，仙人就住在咸阳城中。不必了，咸阳城我就不住了，还是自家地方舒服。不过2天后我一定会回来。古代太落后了，没有电，没有手机，王宫府邸也比不上现代的出租屋。与其要房子，不如折现啊！可我是仙人，不能说这种掉逼格的话。赵高，臣在。仙人，小小礼物不成敬意，还望仙人笑纳。陛下有心了。这匣子光是材质就价值连城，俗点好啊！这种俗物，请务必多来几打。谢陛下。
从大秦回来1小时了，这黄金摸着，手感起码10斤啊！如果1斤20万，这要是真是10斤的话，这就是200万啊！我操！哎呀，还有这玉匣，好家伙，看这上面的珍珠，这宝石，哎呀，我马上就要成百万富翁了！不行，黄金不能直接花，我得兑换。可随便找个地方的话，万一被人盯上怎么办？穿越的事儿绝不能漏。找老赵，对，让他安排高手，帮我先处理眼前的事情。典当行应该安全，门面大，黑吃黑的概率还小。我看这盒子也挺漂亮，我得自己留着。嘿嘿。你好，你好，我来典当黄金。先生，稍等，我看一下。尽快，赶时间。哎，好。一共是13斤5两，请问是全部兑换吗？对，全部兑换。好的，您稍等。哦，先生，您这么多黄金，确定一次性兑换吗？对，全部兑换。验过货了吗？验过了。现在市场价是1克905，但我们典当行呢要赚点差价，给您900一克，算608万，您看行不？可以，那就这样吧，咱们抓紧时间。给钱。银行卡到账608万元。好，那我就先走了。好，谢谢。松一下。大秦军事内政全部落后，帮嬴政一统天下得一步步来。答应胡亥的教科书也不能忘。那熊孩子有赵高罩着，但我是仙人，嬴政信我，他得听我摆布。林先生在家吗？您的包裹到了。哦，进来吧。好了。谢谢。枪嘛，做得倒是蛮真的，带回去，让大秦的工匠们拆解拆解，做出更先进的弓弩。这要是做出来了，比那3国的连弩早用多少年啊！农业倒是好提升，军事科技难，走私枪械违法，不能干，不能干。回头让老赵带人过来试试，看看能不能穿过这穿越门。这帮我干口活也行啊，这么大的房子呢。在现代，我就是普通人，就银行卡里600万，得买这房子留穿越门，房东要涨价也得咬咬牙买。将军，仙人回来了。哎呦，是仙人回来了。敢问将军是？仙人折煞我，在下乃王翦之子王奔是也。通武侯王奔，正是末将。将军辛苦一下，麻烦帮我把这些东西搬一下。来人，搬运先物，若有损毁，扒了你们的皮。是。将军在此等我有2天了吧？无碍，辛苦了。这瓶酒就当是犒劳通武侯的奖励。哎呦，多谢仙人赐宝啊！别客气，喝吧。好酒啊，我真是仙酿。仙人，这酒不够喝，能不能再赐一瓶？就1瓶，求您了。我送你1箱，但你得答应我一件事儿。仙人请说。还记得祭坛那扇门吗？记得。进去试试。那是皇家祖祠，出了事我扛着。行吧，我听仙人的。走。我担心嬴政进不去穿越门，王奔皮糙肉厚，就算出事也死不了。我需要大秦高手保护，出租房附近有人盯上，命有保障。快进啊！那酒都给你，进去给你，好不好？那我可进去了。快！我靠，真成功了！哦，
这，赶紧做吧。这是这个看好了啊。哎呦，这冒火的是何仙器啊？这个呀，打火机。哦，这个送你了啊。多谢仙人。安静待会儿。我回去啊，一定要给老爷子炫耀炫耀。这个，我刚才不给你演示完了吗？看你没文化的样子，真可怕。仙人来了，仙人来了，仙人回来了。哎呀，仙人归来，快快上座。啊，不必了。小胡亥，这个是仙界古籍，融会贯通，可得惊天伟地之才。耐心读哦。中车府令这么高兴，是不是想等着他上位，你能一步登天啊？仙人何出此言？宦官干政，我愧天机，秦2世而亡，就因你所为，该当何罪？这真的假的？这是还有这等事？仙人，朕大秦真的活不过2世。秦2世而亡，天机所示。赵高，你该死！陛下，臣不敢啊！你胡说！你这妖人敢污蔑我亚父！来人，把这妖道拖出去斩了！小皇子别着急啊，我解说段未来事给你们听听。始皇37年，陛下驾崩于沙丘，赵高拉着李斯篡改圣旨，用以车厢咸鱼，掩住尸臭，扶胡亥登基。胡亥登基第1天，便杀害长兄扶苏以及屠戮20几位兄弟姐妹。蒙恬、蒙毅，你们的头就被挂在咸阳城门口。李斯，你也被赵高腰斩于市。后来6国余孽造反，秦军被困于北，与匈奴纠缠，你被赵高的女婿严乐逼死自尽，最后大秦江山落入子婴之手，没能撑过3年，这便是我窥探天机所得。你们信也好，不信也罢，大秦若对我连这点信任都没有，我犯不着热脸贴冷屁股。从此我便不再踏入秦境一步，尔等的死活与我无关。陛下，臣对您忠心耿耿，绝无二心。这未来之事，臣不得而知啊！但臣不敢反，不敢反呐！陛下，臣也没有二心啊！臣跟随陛下这么多年，怎么可能会背叛大秦？仙人所说，朕听见了。你们现在忠心，是因为朕还没有死。朕活着1天，6国余孽就不敢动。你们的野心，也都得藏着。你们的野心，也都得藏着。可朕要是死了呢？陛下，臣不敢。这天下是朕打下来的，谁要是敢动我大秦的基业，朕就算变成鬼，也绝不饶他。来人呐，把赵高给我拖下去斩！饶命啊，陛下！陛下，臣冤枉啊！陛下！启禀陛下，赵高已伏诛。小崽子过来，将来你造的孽，杀你100遍都不够。要不是看在陛下面子上，今天我便结果你。我要除赵高这毒瘤，得陛下和群臣信我。要是连这点信任都没有，我做什么都是多余的。可胡亥这货色留着也是个隐患，得找个人盯着他。仙人，既然赐过胡亥仙界古书，想来是看中这孩子，不如仙人收他为徒，日后也好多加管教。你放心，仙人要打要骂，朕绝无二话。收徒也行，但是如果是我教他，他就必须得听我的。像今天这般跳脚，我直接打断他的腿。哎呀，那是必然，仙人只管教。若是他日后还像这般耍性子，朕便让我这御膳房3天不给他肉吃。看这小子不爽，皇子打杂倍儿有面，还能帮嬴政稳江山。父皇，这妖人厌恶儿臣，他会弄死儿臣的。木已成舟，刚好我缺个打杂的，你就跟在我身边打扫卫生吧。完犊子了！多谢仙人。仙人请上座。李斯，臣在。你畏惧朕吗？陛下圣威，臣自是畏惧，只求陛下赐我全尸。朕会赐你全尸，但那也要等到朕死了之后。你与我大秦尚还有用，
朕暂时舍不得杀你，好好留着你的命，为大秦建功立业。臣定当万死不辞。对了，仙人，王奔说您带来了贤物，可否让朕看一看啊？童武侯，抬上来。这什么东西啊？这是又是仙物。现在杂交水稻亩产3000斤，还有海水、干旱地能种的都在这儿，亩产1600斤。这仙人，这什么杂交水稻，真的能亩产3000斤吗？您不会是记错了？你没听错，之前送小胡亥一本《仙界古籍》，我这里还有一本，诸位想要吗？想要的举手。我要，我要。来，3年高考，5年模拟，这就是仙界古籍吗？这些字果然犹如天书一般难以看懂。我送你此书，并不是为了让你去认字，是想要告诉你们，学无止境。这大秦统一6国后，竟忘了教育的根，稷下学宫，养出战国半数人才。西河学府的学子，哪个不是治国能臣？如今没了他国人才可挖，未来我大秦50年后，有可用之才吗？张仪、李斯、冯去疾，全是他国来的。我大秦缺的就是自己的人才基地啊！那仙人的意思是，我们也要建立那稷下学宫那样的学府？不是一座，而是多多益善。要办小学、中学、大学，教育要从娃娃抓起，要让平民百姓都能去学知识，打破贵族对于知识的垄断。现在大秦国力尚弱，若是建这学府，可否只建一座试点啊？我没时间管这些琐碎的事情啊，但我可以推荐一个人，由他来做书院的院长。哦，谁呀？长公子扶苏。我不行吧？有什么不行的？这样，退朝后你随我去趟仙界，我给你提升点自信。行，我去。仙人既有此意，还不谢过仙人？谢仙人。那就这么定了。等会儿我在天外等你。哎，扶苏能去仙界，朕求仙多年，竟被这逆子抢了先。老少，别急啊，大秦这一堆事儿等着你处理呢。你闲下来了，我带你去仙界逛2圈，这有什么前后顺序啊？哎呀，此话当真。我儿扶苏能被仙人看中，也算我赢家祖上冒青烟了啊！好险啊！幸好陛下不知道，我才是第一个穿过穿越之门的人。好了，还有最后一件事。什么事啊？王奔，拿枪来。这是何物啊？这就是仙器吗？没见过呀。这是什么？这是何物啊？造型倒是挺稀奇的，像缩小了的长枪一样。这个呀，叫做枪，但不是你们用来捅人的长枪，它是靠子弹射击的，能够隔空伤人。小胡亥，过来，站好，当靶子。仙人，我没惹你啊！我昨天还帮你捡了掉在御花园的手机。哎，打不死人的，就试试威力。哎呦，疼死我了！这个东西比父王的马鞭还要疼。这东西竟然能够隔空伤人，速度还这么快，这子弹连朕都没有看见。这还只是塑料弹，射程呢也就20米，打不死人的。但如果要换成金属弹，再加固枪身和枪栓，威力会比你们的弓弩强上10倍。朕试一下。哎呀，真的帅呀！行，压子弹要这样，把弹夹推进去。对喽，接下来扣动扳机便可射出。对准。哎呦！好，再试试连发。哎，还能连发呀？这比我们的弩弓换箭快多了。陛下，此神器于我大秦而言是北疆的救星啊！匈奴骑射厉害，我们的弓弩换箭要3息，他们的箭已经射过来了。如果要是能做出连发的弩弓，那匈奴根本没法近我们的身呐！我北疆将士就不用以血肉之躯来阻挡匈奴的箭了。蒙将军眼光果然毒辣，我带这些枪来，便是想让你们去研究这些连发的原理，别盯着现在的威力，先要把构造摸清楚。剩下的交给工匠，等你们做出金属的枪身之后，我再教你们做金属子弹。诺，末将定不负先人所托，3日之内，我便让工匠拆开研究里面每一个零件。好，
正事儿办完了，接下来该给陛下调养身体了。王奔，把酒拿来。这又是何仙气？这仙气真好看啊！是吃的吗？哎，此乃仙酿，名为茅台，每日喝一杯。记住，把你的丹药全部戒掉，比什么都管用。仙酿，那朕得好好尝尝。要是真能长命百岁，朕就给你修座仙庙，让整个大秦的子民都来拜你。哎，别，我嫌麻烦，你好好活着，把大秦治理好，比什么都强。来，我给你打开。这既是仙酿，那朕现在就饮上一杯如何？请便。完了，吹牛吹过了，要是嬴政喝了没反应，我可就露馅了。哎呀，果然是好酒啊！陛下如此佳酿，也给臣分一点呗。哎呀，你呀，孟青啊，这是仙人赐的仙酿，朕都嫌不够喝。不过念你有功，朕赏你一点吧。哎呀，哎呀，谢陛下。朕还有要事与仙人商议。蒙恬、蒙毅王奔留下，胡亥、扶苏也留下，其他人散了吧。诺。仙人稍等，御膳房一备菜，留下来一起用膳吧。朕还有要事要向您请教。好说好说，其实你不说呀，我也知道你想问什么，无非就是办学的事吧。陛下，大秦统一六国不过1年时间，陛下早年前着急实施书同文，统一度量衡，已然得罪了众多贵族。若此时兴学办学，恐怕会让大秦的局势更加不稳定，内忧外患，绝非良机啊！何不再等个几年，等大秦局势稳固之后再实施呢？当断不断，反受其乱。办学是培养人才，也是试探贵族。若他们反对，便是阻挠我大秦发展。贵族染指国政，狼子野心。老赵，这口气你忍得下去？老赵，你要南征百越，这大军需要钱，需要粮食供给，而百越土地肥沃，不如就让贵族来租地，价格由朝廷来定，必须卡住，否则别让我们自己打下的地盘被他们全部抢完了。仙人好计策，朕早受够了贵族的指手画脚。嬴氏宗族在陇右摆谱，若非血脉，朕早斩了他们。扶苏，儿臣在。朕要你拟圣旨去陇右。朕南征需要贵族们出钱、出粮、出人，谁若敢敷衍，朕会不高兴。陛下这眼神要杀人了，得赶紧办，别撞枪口。儿臣遵旨。哎，朕敬仙人，这仙酿，旁人没福分。老赵，你别小气，这仙酿可以再酿，大不了下次我来多带几箱不就行了？今日啊，干脆让他们喝个高兴吧。罢了，便宜你们。哎呀，谢陛下，谢仙人，谢陛下，谢仙人。哎，哦，丢人！哎呀，仙人给的五粮液，这没敢说，
可不敢对视，可不敢对视。老赵啊，我还有一件礼物。哦，别研究了，还有一件礼物要给陛下呢。哎，好。王奔，把地球仪拿出来。哎。快点！老赵，你看，这就是我们所处的世界。蓝色代表海洋，占这个世界的70%。中原就在这儿。这儿。仙人，你说的都是真的吗？这地球当真是圆的？放肆！仙人在此，岂容你胡说？凡人怎知世界全貌？只有仙人懂。这便是事实。马其顿、罗马、大食，还有孔雀王朝，都在这里。而春秋五霸只是缩影。远交近攻，这个你们都熟。六国皆9州之内，马其顿200日也到达不了。还有那沙漠能穿吗？安息便是桥梁，不过隐瞒事实赚取差价。我们把它灭了，当作跳板，用经济和文化来侵蚀他国。想要灭其种族，先要灭其文化。时间久了，自然会看见成效。经济文化掌控，是收买国土。比如孔雀王朝，积弱已久，那柿子要挑软的捏。迟早有一天，孔雀王朝也会是我大秦的版图。南征百越，北击匈奴，再灭安息，吞孔雀。大秦是要遍布这颗球啊！地球已打开嬴政视野，大秦铁骑将踏向更远世界。西方人用娱乐阉割文化，经济收割，军事威胁。我不过是以彼之道还之彼身，可嬴政哪懂？慢慢来吧。老赵，你建秦直道花费不小吧？你这直道倒像我们仙界的高速公路。朕不知什么高速公路，但秦直道是必须要建。咸阳到山海关5日就到。北境匈奴虎视眈眈，朕不得不防啊。其实可以换个方式。把咸阳到蓝田的直道承包给商贾，让他们来找人建，然后负责维护。朝廷呢，只负责督促和验收。建成后设立收费站，价格朝廷来定，所得呢抽税。一来减轻我们朝廷的压力，二来百姓有活干，三来商贾也能赚到钱，你永远不亏。好，朕这就命人办，先前的直道也承包出去。小猴子，过来。你放肆！我是皇子，才不是小猴子！回去慢慢教育啊。走。老赵，扶苏刚是不是说士卒在哭穷？我一猜就是。不过大秦现在得稳，不能撕破脸。不过我倒是有个办法，让士卒们乖乖掏钱。仙人快说！哎呀，朕昨天晚上连觉都没睡。别急，你给扶苏的圣旨上写，士卒可以买土地。咱们把这事儿昭告天下，让百姓和商贾都能买。但是，所有的土地只能使用50年，在这期间不可以买卖，到期后归还朝廷。在此期间，农民种地，朝廷租农具和种子，税收提高1成。妙啊！
啊，这百姓肯定抢着买土地啊！土地一旦买来了，士族就急了。士族若想抢土地，肯定抢着给这个钱粮啊！哈哈哈哈！此举还能推屯田制，促生产，削士族，充国库，一箭三雕。妙啊！仙人，这真是妙计啊！哎呀，绝了！朕这就让人拟诏。哦，对了，仙人，朕还有一些东西想要赠给你。来人！朕知道仙人看不上凡间之物，特地派人送一箱奇珍异宝，还望仙人笑纳。上次七宝匣13斤黄金，这箱子不得几千斤呢，得装镇定，不能丢仙人逼格。爱美之心，人皆有之。此礼我收下了。哈哈哈！哈哈哈哈哈！让死人送箱子？不行，派王奔亲自押送。他是熟人，仙人不凡呢。嘿嘿嘿！仙人，您收了胡亥、扶苏，能否再收一个？谁啊？朕爱女迎音曼可为仙人的侍女啊！并非朕是贪心，朕只是觉得仙人身边连个侍女服侍都没有。这女的会剑术吗？会，曾拜葛聂为师。会一些凡间的剑术，若能得仙人指导，想必也是一番造化。好，这女娃我收了。银曼，娘子见过仙人。这身段，这气质，比明星强多了。盖聂徒弟，嘿嘿，我得研究他的剑术。我现在连架都不会打，正好当突破口。走吧，跟我回家吧。哇，这就是仙界，跟书上写的不一样嘛。扶苏、王奔，你们几个呢，就留在家里随便逛看看，记得啊，监督小胡亥，让他给我好好打扫卫生。银曼，你就好好休息，我出门一趟。听仙人的。那我先走啊。王奔，你说这冰箱是北地极寒世界，快带我去看看。公子跟我来，此类仙器我早就见过。走。老板，哟，林老板，好久不见啊！坐。老板，有些老物件，想请老板帮我看看。那大概是什么类型的老物件？钟表、古籍还是金银器？这3块老金颜色都很久远，纯度呢也很高，我可以给你921克，一共是3000克，一共276万，你看可以吗？上次给我901克，这黄金真是一天一个价啊！好，那就按照老板开的价。好，先给你转账，来。
银行卡到账276万元。啊，那我走了。哎，慢走。启禀陛下，这工匠已按仙人的图纸制造出投石车近百，只是这猛火油该如何获取，未得仙人指引。猛火油暂且搁置。是。治粟内史，说一下近期税收如何？回陛下，按仙人之法卖百越之地，由产者争先购买，才近半月，国库已钱粮满溢。好，扶苏，这大雪为何毫无进展？父皇，并非儿臣偷懒，大学城落至咸阳，招先生告示贴半日，无一人报名。六国名士不愿来，世俗不放人，儿臣无错。那还不简单？天下熙熙，皆为名利，学士名士也需吃喝，我们只需要提高我们的待遇，学士名士自然会来。仙人来得正好，来，请坐。仙人说提高待遇，要何种程度才好啊？就给他们10倍的待遇，先把人挖进来，这以后还不是你老赵说了算？儿臣现在就去贴告示。陛下，这猛火油得借人来用，猛火油属地下矿产，得需要挖，不如就派王奔去吧。童武侯，辛苦你了。不是仙人，您这也太腹黑了吧？我哪懂石油勘探，幸好大秦有徐福，那懂炼矿的江湖骗子，能利用。王奔，一会儿随我去见见徐福，等见到他，借你剑一用。仙人，对付贼人还是让我来吧。算了，还怕你把人整死？那我先去了，陛下。请走。走吧。哎呀，仙人，王将军有失远迎。仙人饶命，将军饶命！我犯什么错了？徐福，你知道赵高为何死吗？仙人未卜先知，除了赵高，可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还装？你给嬴政吃丹药全是重金属，当我是不清楚？没关系，你炼丹加了朱砂和水银，那是人吃的吗？把所有人都当傻子啊？要么你现在把府上的朱砂水银都拿出来，当着我的面全都吃了。别怕，没有吃完之前不会要你的命。仙人，这跟我无关呐！陛下想长生不老，那普通药材我糊弄不了他呀。少废话！第一，把你府上所有炼制的丹药，包括失败的，全部拿出来。第二，炼丹用的矿石名单、渠道，全部写清楚给我，敢隐瞒我？交，我全都交。东西在府上，我去给您拿。快点！好。老王，打火机借我用用。瞧你小气巴拉劲儿，一会儿还你。仙人，您看。不行，不敢啊！此物遇火必炸，仙人勿要连累我。怕什么？这个叫黑火药，只有在密闭容器里才能炸。这用量少呢，它就是烟花爆竹；要用量大，它就是子弹大炮。徐福，你能炼出这玩意儿来，也算你大功一件。听着，从今天开始，好好给陛下炼黑火药，我保你一生无忧，如何？好，但凭仙人吩咐。王奔，收着，等会儿有大用。
走吧。哎呀，仙人。哎呦，啊，仙人来的正好。左丞相正说投石器运输难，您可有办法？仙人，这投石器啊，体积实在太大了，这运输起来得耗费半月以上。这不是简单的很吗？你告诉我投石器的数量，我给4倍的车轱辘，你再雇队人马。哎呀，好，好，朕这就让人去统计下。是。哎，老赵，我再给你看样好东西。哦，什么好东西啊？王将军，快拿出来看看。陛下请看。这是什么东西啊？出去找个没人的地方，点着了赶紧扔，千万别炸着自己啊！能行吗？能行，别炸着自己就行。快去！陛下，瞧好了，这东西比投石器好用。哎呦！老赵，如何呀？这很危险吧？但也很强，哈哈哈哈！这莫非是仙器？这东西啊，叫做黑火药。这黑火药的威力呢，远大于爆竹。如果能够和投石器相结合，那么覆盖范围广，射程远，匈奴人想跑都跑不了。哦呦，想批量生产吗？还请仙人助我大秦。徐福啊，把你的炼制黑火药的经过，还有方士中有多少人会炼，详细说说，快点。这个其实也不难，我们方士基本上都会制作。好，那便盖一座科技院，让所有的方士改炼黑火药。在我们仙界有一句话，科技是第一生产力。若是想要我大秦强盛，就得靠这个。李斯，8日之内建成科技院。诺。陛下，再借我300将士，让王将军带队去陇东。徐福说那有猛火油，若属实，可南征百越。我堂堂一名将，你让我去挖油，这太不雅了。哎，仙人看中你是福气，还不快去点300乘方军去！去！诺。陛下，扶苏在咸阳大学招老师一事已有眉目，可否去观？哎，对了，差点忘了，我给扶苏过一个名单，若在大学院内遇到以下几人：萧何、张良、陈平，马上留住。那我们就去看看扶苏。先生姓名：籍贯，师出何人？在下陈平，阳武郡人，师出道家。儿臣见过父皇。好了，平身。朕受仙人之邀来观大学，没想到居然又遇到一位大儒。陈平先生可愿出仕大秦，做朝廷栋梁？陛下诚心相邀，草民不敢不从。只是陛下从何处知道我的？是我和陛下说的。这位便是咸阳城传的仙人。陈先生出身草民，不涉农桑，却通道家之术，也算得个能人。不过，陈先生年轻之时做的那些脏事儿，捡钱私藏，鱼扫通奸，这些事若是被御史台翻出来，只怕你的脑袋都不在脖子上吧。若不是我跟陛下举荐，今日你连这大学的门都进不来。你怎么知道？你调查我。朕再问一次，先生可愿入我大秦？草民愿入大秦。你初入庙堂，根基不稳，就算现在陛下赐你做官，也难服众。我交代你一件事情，若事成，
我保举你做大官。仙人有何吩咐？可曾听过韩国张良？招降他那是灭族之仇，不必招降，你只需要找他，要他来一趟咸阳。他现在人就在淮阳穴里，速去打探。照仙人说的办。诺。现在只等人才招齐，大秦的科技将会突飞猛进。得仙人帮助，何其幸也！半个月后，人才就能招齐。好，那我先回家准备准备需要的东西，明天再说。之前说买房子，现在这个房子倒是谈妥了，但是花了120万，我现在又穷了，想要筹备物资，怕是只能卖老赵给的黄金了。杨子小胡子出来！来，你们帮我一起把这里面所有的金元宝全部放到这个箱子里。好。怪沉的，我去你！那你俩跟我一块去典当行见见世面。好，走。欢迎光临。林先生，坐。哎呀，这是这我媳妇儿，这我儿子，cosplay。这样，我又来麻烦你们，我这有1箱的黄金，想兑换一下。林先生，你别开玩笑了，这1箱子的重量得有200斤了吧？你家开矿呢？哎，怎么能够呢？这个家里面祖传下来的。真的？对。慢点啊！稍等。林先生，上次没来得及介绍，我叫王建林。是这个典当行的老板。这次你带多少黄金？这次这些黄金全部典当。啊？哎呀，这箱子都是黄金。看看。啊！哎呀，去拿着黄金称一下。好的。这2位是他俩是这我媳妇儿，这我儿子，都是 cosplay 演员，跟你长得挺像的。老板，总共202斤。那个林先生，202斤，市值4500万。好，那来吧，抓紧时间。林先生，能不能稍等一下？4500万，我们得凑一下啊。行，快点啊！抓紧办。哎呀，孩子真乖，媳妇儿真漂亮。4500万已经出账了。林先生，款已经打到你的卡里，您查收一下。好。
到账了。好，那就告辞了。好嘞，林先生，慢点啊。从今天开始呢，你就住在这里。在仙界呢，学到了知识之后，回去以后，你们就是大秦的圣贤。仙界知识？你说的是这个吗？没错，这些现代的知识呢，对你们来说就是天书。我也想学。行，这个呀是高中的知识，对你来说太难了。回头我教你小学的内容，再有时间送你去上小学。今天呢，你们就早点休息，明天早上我要去准备物资。好，去吧。老板，我要马鞍3件套，骑兵3件套，有没有？只有推满。这游戏等几天啊？没问题，尽快，我可以先付定金。哎，草原人常拿这个，你要干什么？我有朋友要带去南方。没问题，那你先给我50万定金吧，1周后保证给你送到。老板，3天能送到吗？行，但是需要加钱啊，一共120万，可以吗？可以，但我一定要3天内送到。那你先把定金转给我。OK， 老板，付好了。先生，大秦50万大军准备南下，陛下请你去看看。50万？那必须得去看看呀！哎，李斯的投石器做够了吗？上百架投石器，猛火油也够。好，那我们去看看。杨四小胡，走，我们去看看你们爹爹的军队。好，我们一起。走，走。哎。刚才陪老赵检阅的这个大秦军队啊，就是厉害，这就是大秦的锐士，南征百越，我也算是参加过历史了。将士们，你们随朕横扫6国，可如今疆土之外仍有敌人。先人赐我地球仪，方知世界之大。如今，朕要为我大秦打下更大的江山。你们可愿随朕踏碎敌城？愿随陛下踏碎敌城。大秦的敌人在内部，但此刻我得先赢了这场仗。朕的大秦将士，可入得先人的法眼了？还不错，大秦锐士是同期最强。可老赵的眼界只盯着这种能种地的土地，后世却被蛮夷欺负，我得慢慢让他改变想法。先人，请坐。老赵，有话就直说，别弯弯绕绕。先人啊，此匕首甚是锋利，我大秦的炼铁炉炼不出来啊。不必羡慕，我可以教给你，这叫灌钢法。只要会了这种方法，这样的匕首想练多少练多少。哦，灌钢。没错，这灌钢法的第一步
便是用生铁、用煤炭熔铸，浇到熟铁上。这个比例呢，找铁匠多试几次，就能找到诀窍。还有啊，最重要的就是煤炭，一定要归朝廷管。普天之下莫非王土，凡是在我大秦疆域里，无论是天上飞的，还是地下埋的，我的，都是我的！哈哈哈哈哈哈！好，实在是好啊！好啊！仙人妙算，近日来前线捷报频频，西欧郡主缢于宋，死于山火。只不过这近几日天火未灭，我大秦5路秦军只能在长江以北观望。这山火也出乎我的意料，这高温恐怕要持续1年啊！我在仙界都未曾见过如此大的山火。我也想1日之内就能够拿下百越，可这……老赵啊，你得抓紧啊，赶紧建立医疗团队。这南方的虫鼠可不是开玩笑的，将士去了会得鼠疫、疟疾，这就是你们口中的瘟疫啊！可我大秦的军医只有那么几百位，这50万的秦军的医疗后勤，哎呀，这怎么撑啊？算了，帮人帮到底吧。你们总管人家医术，称之为下九流之术，但你要知道，这医术是可以医人性命的。在咸阳城建所医院，网罗天下郎中，医术好的来教学，培训1个月之后，全部拉往前线。好主意，朕这就让李斯去办。启禀陛下，仙人，此子便是韩信。韩信？仙人如此激动，我观此子天生傲骨，不如仙人就收此子为弟子。收徒倒不必啊。不过，我确实要教他点别的东西。哦，不如这样，韩信，你随我回仙界暂住。韩信天生傲骨，光靠嘴说可折服不了，得让他见识见识火力不足恐惧症的由来呀。好吧，就按仙人安排的做。那人我就带走了。走，韩信，走。他叫韩信，认识一下。你就是韩信，史书上写的挺厉害，怎么看起来这么小？哼，你小子。这就是仙界。跟我来。坐。这个叫做电脑，你看，用这个，上面有个小点，用这个来操作，看见没？跟着我的手在动，发现了吗？来，你试一下。对，放在上面，手这样，动，看，
是不是？打开这个，按这个键就有反应，这边也有反应，看见没？好，这个手，放在上面，对，来，按下去，按下去，按下去，对，这4个键，按，哎，试试，放下，对。有意思没？有意思，有意思。你知道这个用的是什么？不知道。这个啊，叫做 AK-47，也可以统称为枪。这东西的射程最少有300米，比你们的弓箭强100倍。当年华夏被侵略，达子用的冷兵器，鬼子用的热武器，几十万人跟割草一样。你记着，打仗比的就是财力的消耗。当大秦有一天能够4亿消耗材料时，谁都能做到火力覆盖。那该怎么办？我带你来啊，就是要给你种下一颗火力不足的种子。你记着，只有当你害怕这火力不足的时候，有所担忧，才会弥补你心中的不足。这东西难道比弓箭还厉害？嘘，别说话，天灵凡将。你的不足只是克服了，但真正的无敌是知己知彼。一会儿啊，你就跟这小家伙一起练练。好。仙人不都一直讨厌胡亥吗？怎么又舍得给他用电脑？你不懂啊？这家伙才8岁，玩电脑最能让他玩物丧志，这代价是最廉价的。我不求他成为栋梁，我只求他以后别祸害大秦就行。至于韩信，必须得着重培养。等等再玩吧。这个就是整个大秦的版图。这不可能！我大秦幅员辽阔，怎么会是这弹丸之地？意外吗？你还没有见到宇宙的广袤，不然会吓死你。想让你来看这世界的格局，是为了让你开疆扩土。这世界比你想象当中大得多，将来大秦的扩张少不了你的帮助。这世界有版图，韩信，你可有信心拿下？仙人太抬举我了。大秦横扫6国用了几代人，仙人让我1代人拿下100国，我简直是痴人说梦啊！仙人未免太高看我了，这世上有几人能做到？如果是用这里面的东西呢？用大秦现在的科技当然做不到。那如果是游戏里的东西呢？仙人能弄来一把枪吗？有这仙气，我能单挑匈奴骑兵。慢慢来，我没有办法给你枪，但是我可以给你制作图纸。等材料齐了，都实验几次，自然能成功。看这里，这叫马其顿，那个是古罗马。直接给枪不如给图纸，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。以大秦现在的经济，根本承担不起肉食的消耗，所以眼下必须得先搞经济。搞经济？那是什么？看，这亚洲的东边就是大秦，西方是马其顿和古罗马。马其顿分裂成了10几个国家，而古罗马呢，正在刚刚崛起。虽然远，但路途能互通有无。大秦的经济就得靠他们来兴盛。仙人的意思是让我带人护送商队去西方？没错。之前说好的，
不是让我做大将军，火力覆盖全世界吗？现在让我做生意，这跟之前说的不一样啊！这叫历练，你懂个屁呀！你还年轻，得开拓眼界。这世界的格局你根本不知道。兵法常说知己知彼，百战不殆。西方的作战方式和地理，你要了然于胸，将来打过去才不会乱。其实丝绸之路现在压根没有，大秦还没有开通呢。西方的路上都是沙漠，韩信能不能活到西方还不一定呢。哎呀，这才是我最头疼的。哎，等一下。喂，是林先生啊，有何指教？王老板何必生分呢？咱们也算是老朋友了吧？这朋友之间相互帮助，应该没什么问题吧？是，林先生，您说。是这样，帮我搞2台无线电，价格呢不是问题。哦，还有，以后你直接叫我林凡就好了。林凡，好的，林凡。无线电呢就包在我身上了，价格好说。那您还需要什么吗？再帮我找2台柴油发电机。发电机？哎，林兄弟，你这是要去荒岛生活吗？哎呀，你别管了，直接给我送到我的小区。好，那这2天就给你送过去。好嘞，2天内送到啊。好嘞，再见，林先生。哎，韩信要去，我也要去。你给韩信淘了那么多装备，凭什么我就只能读书？这差距太大了。你不能去，我安排了私教，专门教你读书，从小学的知识开始，就是让你好好学学现在的知识，回到大秦，让你去教人读书。女孩子不能上战场。私教，莫非是太傅？可以这么说吧。啊，我得回大秦，通知嬴政，500人小队带商贾穿越沙漠不容易，货币要用黄金，还有西方的那些伎俩，我要一一的还给他们的老祖宗。我去就来。哎，仙人。仙人来得正好。这南征百越的军队出了问题，南方马上就要进入梅雨季节了。就我们的这个石油和弹药一旦泄露，就没办法用了。50万大军被困在长江以北，哎呀，这将士们又不通水性，山洪一旦爆发，这可怎么办呀？臣以为应该先撤军，等这梅雨季节过后，再议进攻。战况如何？哦，现在这百越大概损失了有60万人，其中包括一些百姓。因为这山火一到啊，还分什么军和民呢？更何况他还有多少个军队，咱也没办法统计。60万，比长平还多，可没法估可战之兵。贸然进山，只会损失惨重。6国余孽还在潜伏，大秦经不起消耗。现在算来已是4、5月，梅雨季节是6、7月才来，只间隔1个月。若是撤军秋季再战，这调兵调将的人力财力，老赵啊，1个月的时间，你有信心拿下百越吗？1个月？那南方的地界比咱整个大秦都大，而且这百越的人还能够逃到这云贵、东南亚，甚至是阿三国的孔雀王国。这就算追上了，咱也没办法全歼，不是？阿三国，历史上谁去都能踩一脚，要是百越逃过去，倒想看看他们能不能赢。嘿嘿，不知你还记不记得我跟你说过的屯田之法？还有南方的50万大军，全部留在南方，不必回来，就地开荒。这1个月的时间，把所有的猛火油全部丢出去，轰他的！但目的不是为了杀人，而是驱赶。1个月之后，梅雨季节到来，借雨水扑灭山火，就地开辟荒田。
边境留将士，防止他们反扑。如果百越聪明的话，他们就会往南逃，或者西南，我们便可坐山观虎斗。哦，哈哈哈哈！不愧是贤人，朕这就下令下去，令我南方的军士将那个猛火油都丢出去，轰他呢！哈哈哈哈哈哈！来，来人，传令下去。是。仙人帮朕解了这大患，朕今日必将与仙人一醉方休啊！来人，上酒。哎，慢着啊，喝酒呢，先缓一缓，你得先答应我一件事。仙人但说无妨。借我几百将士，再给我一队商贾，我打算让他们跟着韩信去西方。如今大秦在军事、内政颇有建树，不过这经济还是一塌糊涂。若韩信能够顺利地打通西域，开辟丝绸之路，打通东西方的商贸，我们便可以用软实力来侵蚀西方国家。那先生的意思是西方还是比较落后的，那落后的国家直接给他干了不就完了？何须费这么多劲儿呢？哎呀，话虽不假，但你要想想，我大秦与西域相距近10万里，以大秦如今的实力，你有信心可以让大秦的大军毫发无伤地到达西方吗？这万事啊，还需要循序渐进。如今啊，大秦的内政已趋于平稳，打仗未必就是唯一的选择。若是能兵不血刃地奴役他国，为何还让我们大秦的将士流血呢？仙人此话方为国事之言呐！这仙人的计谋似乎有一个漏洞。咱们大秦的商贾多为散户，从未有过建制，就算把他们派到西方去，又如何确定他们能为咱们大秦所用？是啊，李斯啊，像你这般聪明的人，古今罕见啊。其实，若不是因为你要盯着我们大秦的内政，这丝绸之路的开辟，你当属第一人选。商人成建制并不难，老赵只需你一道圣旨，自然可以解决这个问题。给他们名分，他们自然会大把的投奔西方，自愿加入商贾。封虚拟职务，纳入编制，不过是面子工程，但并无实权。另外，咸阳城区建立商会，这会长之人，我倒是有个人选。谁呀？李斯啊，之前命你去沛县找泗水亭的亭长刘邦，可有下文？哎呀，仙人，你别提了，我分别派了3拨人去寻，这都是无功而返了。刘邦这小子极其胆小，又害怕朝廷加害，早就已经躲起来了。既然来软的不行，那就来硬的。老赵，让王奔带兵去请他。王奔，你速去办此事。诺。既然这如今商贾的组织者和管理者都已经有着落了，那朕还想问问，这关于西方的这种思想禁锢之法，这思想囚禁之法吧，您且听我细细道来。其实啊，这个事儿就跟魔术一样。戏法，戏法。那要说破就没什么意思。要控制他国的思想，必不可少的手段就是理论。就像我们仙界的新闻媒体、文化传播，还有制造谣言的手段。如果大秦能够掌握这些方法，那么便可以掌握这世界的方法。仙人此言虽不是特别懂，
但这是不是就是能够让我们秦国不费一兵一卒，就收了别国的人心呢？差不多，就像在仙界有个东西叫味精，这媒体一股的味精厂一批批倒闭，但我们吃的鸡精里面其实全是味精。在古代，这百姓连书都没读过，更别说那西方的奴隶制社会国家。只要把这舆论一传播，他们不得乱成一锅粥啊！哈哈，来，这是造纸术的方法，植物纤维提取加工，便可以造成纸，比竹简好写好存。让李斯安排工匠迅速实验。李斯去了沛县，一时回不来。这样，我让冯去疾去办，务必在这个韩信西征之前研究出来。这纸我早就好奇，可之前忙着南征百越，没有问。如今仙人主动教造纸，倒解了我一桩心事。仙人，日后再提及这收服人心的方法，能不能只跟朕一人说？哈，王贲对你的忠诚，我信；蒙恬、蒙毅，他们对你的忠诚，我也信。别什么事都自己扛着，会短命。这个宣传册，我印的量足够踢遍整个咸阳。叫人拿下去，张贴出去，上面就写南征大捷还有统一的好处，以及你的惠民政策。记住，国内报喜不报忧，国外一定是写得一团糟，这样大秦的百姓会认为生活在大秦便是最大的福气。还有你便是这古今最好的皇帝。此事交由谁去办合适？扶苏最合适，他本就是咸阳学院的院长，这咸阳城大学的院长。记住，学校不仅能够授业，还能洗脑。还有，让学生闲了就去写文章，不过这内容一定要好好的把关，不可以有任何说我大秦的坏话。大秦好，大秦妙，六国百姓就认可，嘿嘿，六国余孽就不足为惧了，哈哈哈哈。此人便是仙人所说的未来我大秦的商会会长。朕看他连笔都拿不稳。陛下，刘邦能够笼络人心，是此次西行的关键人物，莫以貌取人。好，既然仙人举荐，朕便信你。起来领旨。草民谢陛下。朕便封你为我大秦的商会会长，具体做什么，由仙人来安排吧。启禀陛下，仙人说刘邦要尽快动身，臣这就带他下去安置。慢着，接下来由我给你讲讲你的工作吧。嬴政亲自封的商会会长，肯定是个大官，之前还怕犯事躲了一阵，早说呀，白担心一场。嬴政说的仙人就是他，鬼神之说都是统治手段，我自己都用过，哪来的真神仙呢？记住这张脸，此人名为韩信，是你西去的重要合作伙伴。神仙呐！这想法改变的速度也太快了，我都没承认我是神仙。这刘邦是汉高祖，放他去西方不放心，得镇住他。刘季，你说这一国之强盛，具体是来自于兵马强壮、粮食充足，还是人才济济？草民没有读过多少书，不敢妄议国事。那你们三位觉得呢？
依臣之见，这三者缺一不可，方能称之为强国。兵马、粮食、人才，都需要钱来供养。没钱，拿什么发军饷？用什么来招揽人才？用什么来购买粮食？就说征讨百越的猛火油吧，光挖油、运输，耗费多少钱粮？钱够多，才能做到火力覆盖。这样子就会少流血，抚恤金我们也能够满足。但是我不会做生意啊。谁说你一定会做生意了？会长是商贾的头头，管调度和钱粮。有人要是哄抬物价，你便压下去。大秦生意之事，尽管由你去管理。这职位美差呀，我肯定能腰缠万贯。不过这上任前嘛，要有个考验。2日后，你随韩信一起，组织1000人的商队前去西行，用你的脚踏出一条西行的路，丝绸之路。诺，去吧。诺。唉，有话直说好吗，老赵？别拐弯抹角的。王贲父子都已经去过仙界了。朕为大秦的天子，若也能去一趟，这天下人必信朕是天命之子，一统天下，名正言顺。早说嘛，多大点事儿啊！王贲，立刻清点100禁军，随我跟仙人再带上些金银珠宝给仙人带上，半个时辰后出发。遵旨。等会儿，别带禁军，那不给我挤爆了啊！我去带你俩去。好，就我们俩去。走吧。嘿嘿。喂，李老弟，你要的东西我都淘来了，啥时候方便送过去啊？好嘞，我现在就在家，现在送来吧。敢问仙人，这是何物啊？这个是一个仙界用来通讯非常便利的工具，叫做手机。手机？那敢问仙人，仙界的神仙是不是人手一部手机啊？那如果是不麻烦的话，给朕也整一部。可以啊，这手机也不贵，买10个也买得起。但是天下可没有白吃的午餐，这是不是用什么东西来跟我交换？王贲，把你那套家传的功法传给仙人，仙人造诣高，说不定还能指导你一番。诺。杨子，我之前教你修炼的那个8荒6合唯我独尊功，你练得怎么样了？正好你爹和老王都在，你就给大家修炼一遍，我知道你。爽啊！这就是武林高手的感觉。照这个进度，我也能长生不老了。这功法真是奇妙啊！初步修炼就有另一种内力，源源不断，极致以后，说不定可以滋养身体，延年益寿啊！我也练，我也练。好，那我们就一起练。
我到你们家楼下了，来接我一趟吧。哎，好，我马上来。我今天练不了了，我一会儿有人要来，你们呢，先回去吧。哎，就放到这儿吧。来，好。林先生，您要的设备都在这里，这是货物清单，麻烦你签一下。辛苦了，兄弟们，谢谢你们。这样，想喝什么饮料，去冰箱里随便拿。我去拿。哎，不用，不用拿，谢谢啊。那我们就先过去了。哦，先等一下，我这儿还有一箱金银财宝，看看值多少钱，都收了吧。行，那我看看。哟，这么多呀，林先生，你家不会是开矿的吧？少废话，你就告诉我能不能吃得下。确实太多了，我确实吃不了，最少也要10几个亿。不过有个人能吃得了。哦，那你带我去见他。行，走，去我店里，把他带着一起。行。郑会长，这就是我在电话里说的那个林凡，他可是人中龙凤，尤其是手里的物件，个个都是顶级藏品呐。你好，林先生，鄙人郑怀远，幸会。来，请坐。这位是？这是林先生个人爱好。东西拿过来就这一件，要不看看？行，行。喏，真漂亮啊！真美呀！林先生，恕我直言，这批东西已非寻常金银珠宝可以形容，其中大部分都是有极高的历史艺术价值和收藏价值。其中尤其是典型的战国和秦汉宫廷制式的玉器和金器，堪称国宝级呀。若是分开拍的话，运作得当，总价值不可估量啊。若林先生诚心出手，且要求一次性结清，郑某愿意出20亿全部结清。这个价格是基于他们作为顶级收藏品的整体价值，并考虑到及时变现的折扣。对郑某来说，市面上能立刻调动这个数额的现金，并敢接手这批货的人屈指可数啊。好，郑会长爽快，那便以你说的价格结算。林先生更爽快。小陈，会长，林先生，款项20亿人民币已汇至指定账户，可实时查询确认。钱到了，那这批货就是您的了。与林先生合作非常愉快，希望有下一次。好啊，合作愉快。那王老板、郑会长，我就不多留了。林先生，非常愉快，我们也会尽快将东西转移。20个亿，嘿嘿，启动资金总算是差不多了。哎呀，那先告辞了。行，我送你。哎呀，哎呀，真不错呀！这个叫做无线电，我教你们用啊。看好了。动幺动幺，50动款，收到请回答 ，over。按住这个就可以说话。动幺动幺，我是东莞，收到请回答 over。老赵，你可是秦始皇啊，能不能矜持点？这玩意儿这么神奇，到底怎么用啊？来，我教教你。
按住这个线，然后往奔，手不许乱动。这发电机还没组装好呢，别再弄坏了。哎呀，这个仙人这物件可比传讯兵快多了呀！这个可是我们仙界的科技产物。来，我教你们用啊！按住这个键，按住之后说话，你们就能从里面听到。一次一个人讲话啊！看好了，动幺，我是动管，收到请回答 ，over。动幺，我是动管，收到请回答 ，over。动幺，我是动管，收到请回答 ，over。这不成了吗？你们居然玩明白了 ，over。我是动管。老赵啊，干嘛呢？老赵，这3件套大秦可没有，跟匈奴打仗吃亏便吃亏在马术上。这个做3000套送给蒙恬，北疆稳了。这个仙人有点偏心了，蒙恬在北疆不如给我呀。你懂什么？那蒙恬守好了北疆，咱们才能腾出手来去打百越嘛。陛下说的是。知我者老赵也。赶紧把他搬回咸阳。爹，凡哥这身您穿真合适。这料子倒挺软和。这个胡子和发髻就先不管了，4S店马上就要关门，咱们赶紧走。cosplay 没见过啊？2个月前还在送外卖，交不起房租，现在居然挑宝马，真玄幻。这个车我要了。先生，这摩托车是展示品，不对外卖。我加钱，你说个数。仙人，这坐骑回去，当真能比朕的御马还快，快100倍不止。这个叫做摩托车，选它是因为方便拆卸，那传送门太小了，这个刚好能进去。好，朕要带回去，让咸阳的老百姓都看看。先生，这是手续。仙人，这坐骑怎么骑啊？你呀，先别急，先学驾照，我以后教你。把这个拆好，给我送回去。好。走。你看这等装扮，何人呢？听说陛下新收的神兽，快如闪电，能日行万里。那是仙人赐的宝贝，能腾云驾雾。学生陈平见过仙人。学生有愧仙人嘱托，说服张良的任务失败了。陈先生不必自责，张良乃韩国5代相国之后，对大秦恨之入骨。我本就没抱希望，只是想试试先生之才罢了。虽没说服，但学生查到张良近日在邳县买了大批死士，近日他带这批人到咸阳附近，但独自进了城，肯定有所图谋。也算立功一件，待我禀明陛下，如果能生擒张良，你便是头功。想要什么尽管说。现在先随我进宫面见皇上，请。仙人带陈先生来，有要事？陈平说有张良的消息。陛下，张良是韩国移民，近期可能会有行动，蓝田试验田就要收获，您若亲往，沿途必是机会。张良，听仙人提过，韩国后人敢刺杀朕，好胆量。陛下，张良是死士，死士不会归降，敌人应该除之而后快。这陈平居然敢抛开我上表，仙人，您怎么看？陈平，你刚入咸阳就到这朝堂来，还没有学会做人，先回学堂去，学会了再回朝堂来吧。遵旨。爬得高，摔得疼，陈平，你等着。
老赵，那我先走了。哎，仙人请留步，请您上座。我明明事先警告他，可他还是要排挤张良。聪明人碰着名利，果然也会昏头啊。仙人似乎对陈平很失望，若此人不能用，朕即刻把他从咸阳大学踢出去。不必，陈平本就工于心计，与张良又同为天才，一山容不得二虎，这盛世朝堂之上分得了主次。当下大秦正值用人之际，多一个人才嘛，总是好的。我不是心胸宽，只是后世读过他们的传记，知道这些人能成大事。大秦的皇帝是你，权术我不管，我只帮你把能臣塞到身边，用不用你自己琢磨。仙人为大秦劳心，朕记在心里。就算抓住那张良，仙人若是想让朕饶他不死，朕便饶他不死。不过这些与朕有血海深仇之人，朕想用他，还得请仙人多多费心。张良刺杀的事儿你都猜得差不多了，破解起来还用我费脑子？我这次回来，主要催你赶紧开辟丝绸之路啊！咸阳商会已经建好，刘邦当会长，扶苏用大学的人印了报纸。才7天，大秦的多数城镇都已经得到消息，知道了商会的消息。这商贾们听说入了商会能考吏员，就全都挤破了头皮找到了商会。才1天的时间，就到了1000多人。我想到这商人会因为权力被勾起兴趣，可没想到他们这么疯狂。这刘邦啊更疯，他想出来了一个主意，什么竞标，谁给的钱多谁就进商会，2天就收了10万贯钱。后来朕给他开了300个商队，又多赚了15万贯钱，全都进了国库了。哦，那军队呢？这往西的路中途都是沙漠，还有安息国这样的小国存在。若是这商队没有军队的护送，怕是连波斯湾都没到就被抢完了吧？这历史上甘英出使罗马就是被安息国骗了，说罗马人是吃人的蛮夷，还说海路要走3年，吓得甘英直接掉头。其实安息国是怕大秦和罗马建交，断了他们的中介费呀。犯我华夏者，虽远必诛。安息国若是敢犯我商队，朕必将亲带20万兵马踏平他的都城。这台词明明是汉朝陈汤说的，您这居然提前用了。原来大汉的气节是从大秦传下来的。仙人放心，朕早就安排好了，令那章邯带1万里山军，全都是能骑马的壮汉。另外，令那王离带5万边军，守在那陇右。若是商队出事，章邯能于3日之内就能会合，直接杀出去。章邯和王离啊，王离是王翦孙子，王贲儿子，祖孙3代都是名将。章邯更是了得，你死后大秦就靠他撑着，项梁都死在他手里。要是没有赵高，哎，老赵，骑兵的3件套造了多少？够不够1万？全给他们配上，让他们的铁骑能够踏开一条直通罗马的路。这早就造好了，前些日子就已经发到了章邯的军队。先人所说的这个丝绸之路，朕必将让它成为我大秦的黄金线。好。陛下，王贲，明日你穿上朕的龙袍，骑着朕的爱家先人给的宝驹摩托车，记住了，此行凶险，小心应对啊！谢陛下成全。王贲越是招摇，越能迷惑张良。陈平说张良绝对不会在城中动手，但是眼线遍布，城中百姓太多，根本无处分辨。等去了霸朝，我要跟王贲形影不离，只有和贾嬴政在一起，张良才会信。我可是普通人，就1条命，万一出岔子，白死了。先人，怎可让您以身犯险？我已经派王绾带着巡城队埋伏在那灞桥，想必那张良来了，定让他跑不了啊。可若是张良未被迷惑，不曾动手，陛下用何等理由去抓他呢？张良是韩国贵族，没有理由将他囚禁起来。6国余孽大做文章，大秦主力远在百越和匈奴边境，
经不起任何起义。是朕疏忽了，仙人您说的是有道理，可是让您置身犯险，我还是放心不下。哎，要不这样，我让李信跟着您，保护您的安全，可好？也好，毕竟小命要紧嘛。仙人，这宝驹，朕甚是喜欢啊！喜欢就好，喜欢回头再送你一辆。哎，朕还要把这宝驹走遍咸阳的大街小巷，让咱们咸阳的老百姓们都能看到。嬴政匹夫，骄奢淫逸，这般昏君，天必灭之！主人，嬴政的确来了，但他没坐车辇，骑着辆奇怪坐骑，不像活物，跑得比千里驹还快。荆轲刺秦后，嬴政向来谨慎，怎会独自骑那坐骑？难道能护体？还有，您说的那个天才少年就在嬴政身边，穿的和常人完全不同，形影不离的。死士上！仙人小心！大胆狂徒！我也是尔等鼠辈能杀的。我去，这也太危险了吧！要不是王班和李信能打，我早就凉了。我得赶紧修炼，至少能自保。是假的，王笨这老匹夫骗我。那少年是他引我上钩的，就算是神仙也得死，杀了他，不惜一切代价。主人，嬴政现身了，但他离得太远，咱们够不着。如果现在退，不必，我早就算好了刺杀嬴政的路线，连逃的路都背了。陈平竟帮了大秦，我的计划全完了。在此，束手就擒，尔等已无路可退。右丞相王绾，保护主人，杀出去！不必了，今日必死，但死前能断大秦气运。大丈夫死则死矣，断大秦气运，良死而无憾。弟兄们，冲！冲！冲！仙人小心，这帮死士是冲您来的。这古人不是愚昧吗？这老赵都说我是神仙了，他还想弑神？有没有王法？仙人放心，张良交给我，剩下几个小喽啰交给李将军，一定伤不了您一根汗毛。张良先生，陛下和仙人都很欣赏你。你刺杀皇帝是死罪，但降了能活。不过我知道你不会降，我也不会让你死，打断手脚也要留你命。杀！疯子，他们这些人啊，不会懂韩国亡了的痛，就像现代华夏差点亡国时那些拼了命要守护的人。慢着，放下剑。先生是韩国人，为韩国百姓拼命无可厚非，可这性命如果白白丢了，且不值当。不如我给你一个杀我的机会，如何？为什么？因为你是人才，不该死在这乱刀之下。我给你一个机会，杀我。条件呢？当然有。我劝陛下对你既往不咎，保你安然无恙去咸阳。不过你要入朝为官，再直到杀死我为止。你这是招安？我与秦有血海深仇，杀你是因为你挡着我杀嬴政的路。若入朝，我目标只会是他，你不怕？我若不死，你如何靠近嬴政？今日的伏兵之计便是我看破的。你若杀不了我，连嬴政的衣角都碰不着。况且入朝为官，不是正好方便你联系6国余孽去造反吗？这便宜，傻瓜才不干。激将法对我没用，但你说的有些道理。反正我这条命本就该丢的，换个地方死也不怕。好，老王，把人捆了，带去蓝田，让这帮韩国乡巴佬看看我们秦国的本事。哼，仙人
为一个反贼，险些把自己命搭进去，值吗？有老王和李信盯着呢，他伤不着我。这张良一定要让他看看我们试验田，让他看到，在我们秦国的土地上，韩人也能吃饱饭。说不定他就能明白，家国从来不是国号，而是脚下的百姓。500年分裂又怎样？秦汉楚齐都是炎黄子孙。等张良看到前人养的蚕，种的稻，说不定能懂吴国变吴家，但国是所有人的家。启禀陛下，杂交水稻亩产15担，按照先人的换算方法，就是2200斤，此乃鲜粮啊！若推广下去，大秦1年之内便不会缺粮。这杂交水稻的产量很高，作为战略储备粮完全足够。不过吃起来口感并不好，未来想让它吃得更顺口，还得再下功夫。继续。诺。这土豆亩产40担，约4400斤；玉米亩产13担，约1500斤；这地瓜亩产42担，约6000斤。瓜果蔬菜全都丰收，这数量还在统计当中。何该大秦兴盛啊！张良先生，民以食为天，国以民为本。您作为国士，应该懂得这个道理。大秦灭六国是天意，用粮食安稳民心。天下只能是大秦的，咱们都属于炎黄子孙。其实不用分什么秦国、韩国，你不为自己想想，也得为了天下百姓着想。各国天天打仗，我问你，如果我送你回韩国，你便能安心的种地吗？为百姓着想，可让我辅佐嬴政，这不忠不孝，怎么忘了血海深仇，去辅佐仇人？嘿嘿，看来这张良还是有希望全服的。张良先生，那你可知，你虽为韩国人，但你也是我们炎黄子孙的一部分。不知先生可愿为我华夏驱除鞑虏，赶走匈奴？先人莫不是开玩笑吧？这张良虽然聪明过人，但对付匈奴也并非几个计策就能解决的问题。而且今日当着文武百官的面夸耀张良，这实在是不妥呀！稍安勿躁，我又没说摆平匈奴非得要靠战争，战争是获取和平的一种手段。这样，过几日我让科技院把我所有研发的新装备全部拿出来，送给蒙恬，带去北疆进行演习。做这个军事演习呢，让匈奴人看看我们的威力，好好灭灭他们的威风。军事演习，就是说我们把所有研制的新装备拉出来，配合将士们演练如何攻打匈奴，让他们再通过咸阳大局的报纸和照片，把我们的威势传播出去。当然了，这光有文字太虚了，咱还得有图有真相。先人远见，张良不敢推辞。可军事演习是将士的事儿，与我有何干系？谈判演习的目的是为了吓住匈奴，让他们坐在谈判桌上，到时便是先生登场的时机。不过你记住，我们从来都不是要他们臣服于我们，而是要建立商贸。匈奴人有矿业，有手工艺，让他们自己去开采贩卖，有了活干，便不需要再去放牧了。时间久了，自然忘记了骑马打仗的本事。这招叫做温水煮青蛙。那匈奴与我华夏的血海深仇呢？用软文化降服他们，那我们武将岂不是没了用武之地？谁说武将没有用武之地了？和平时期就不需要军队了吗？记住，尊严只建立在剑锋之上，真理只在大炮的射程之内。一个没有军队的国家，就算经济文化再强再盛，也不过是强盗手里的钱袋子。温水煮青蛙，先人所言是要让匈奴慢慢变弱。没错，让他们放下马背上的生活，跟我们做买卖，让他们知道这日子好过了，谁还愿意打仗呢？哎呀，先人此计甚妙啊！朕这就安排蒙恬进行准备这个什么军事演习。张良，等这军事演习结束后，你便与使者去那匈奴谈判吧。我明白，演习结束后，我随使者去匈奴谈判。等这匈奴人赚了钱了，买了我们大秦的丝绸瓷器，他们就会明白，这打仗哪有做买卖舒服。末将之前目光短浅，还请先人恕罪啊！武将永远是国家的剑，不过在一个国家来讲，光有剑不行，还得有盾有脑子。只有匈奴人变得越来越弱，
你们这把剑才能更好的护住大秦。有道理。以前以为变奏国弱才挨揍，其实是负。军事弱却掌握着全世界1半的白银，不挨揍才怪。经济军事得相辅相成，可大秦还没有到士兵职业化的程度，这个得慢慢来。听仙人一言，张良茅塞顿开。我明白仙人意思，只是还有一事，望仙人解惑。先生但说无妨。蛮夷之所以是蛮夷，在于野蛮未开化。匈奴越是骨子里烧杀抢掠，即便我华夏一味的给好处，也填不满其野心，到头来只能竹篮打水一场空。北方蛮夷地处极寒之地，冬季缺粮，连牛羊吃的青草都被大雪覆盖，为了生存才抢掠。要想彻底解决这个问题，要先解决他们的生存状况。更重要的是，要彻底改变他们的游牧习性。要是牧民像华夏一样固守一方，再南下便是难民，不是军队了。改变异族习性哪有那么容易？华夏6国一面还蠢蠢欲动，可事情总得有人做。嬴政做不到的，那我就交给后人吧。传朕旨意，蒙恬，臣在。即刻调动冀代2支兵马前往雁门关。诺。徐福，臣在。科技院以徐福为首，3日内务必将装备运往雁门关，准备演习。诺。左丞相李斯，臣在。与咸阳大学合作，3日之内务必印出报纸10万份，即刻发往雁门关。内容就如先人所说，如实报告本次北疆的军情，并在演习前印出100万份，务必让包括匈奴在内的所有蛮子都了解本次演习的情况。臣领命。张良先生，你既答应先人出使匈奴，朕封你为大秦特使，另外派大秦将士50名保护你的安全。这能否与匈奴修好，全依仗先生了。臣领命。徐福啊，此次出征雁门关，把科技院所有的新研制东西都带上，之前开发的没良心炮、火铳啥的一并带走，别不舍得。要给北方蛮夷来一个世纪表演，千万别辱没了我们科技院的名声，给我轰他们！先人放心，臣定不辱命。韩信，诺。朕封你为西京大将军，令这500人保护商队前往西行。诺。刘邦，草民在。朕封你为大秦特使，本次务必与西方各国交好。另外，切记先人对你的叮嘱。草民万死不辞。大家各安其事，都下去吧。天佑大秦，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陛下，这是对着敌人，对着人容易走火，出现危险，千万要注意。扶苏啊，科技院的装备还有那个报纸都发下去了。回父皇，国内国外都发了，6国余孽该点亮轻重。陛下，昨日北疆那火炮，孟将军可是被昨日的火光吓着了。几十里开外就炸得火光冲天，那跟神兵将士似的，我哪见过呀？要的就是这个效果。匈奴没有攻城的器械，咱们呢是有长城加火炮，看他们还敢来，轰他们的！今日大秦多方传来捷报，百越之地尽归我大秦版图，匈奴主力也已退出阴山700里之外，筑城屯田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，丝绸之路也已打通，我们与欧洲的商贸更加的紧密。今日开疆拓土，安定四方，不是功业，皆赖于上天护佑，将士用命，皆在于
先人献奇迹，定良策，定方略。若无先人的天功与谋略，断无我今日之大秦。天佑大秦，德育先人，陛下圣明。天佑大秦，德育先人，陛下圣明。陛下，过誉了。诸位大人，谬赞。林凡不过顺势而为，借古今之治，解当下之困。大秦之所以强盛，其根源在于陛下，革故鼎新之魄力，数千万百姓辛苦耕作，将士们浴血奋战。林凡只是尽了绵薄之力。先人过谦了，传朕的旨意，今日封先人林凡为安国公，受大秦国师之封号，建军不败，参赞机务，令赏黄金10万斤，夜明珠10壶，蜀锦1000匹，关中良田100顷，咸阳北画地1000亩，其问天阁，归置统于王府。第一步算是走稳了，稳定不断进取的帝国才是真正的底气。财富与地位不过是附带品罢了。天佑大秦，德育先人，陛下圣明。天佑大秦，德育先人，陛下圣明。林总，我们在北美、欧洲、东南亚的离岸基金和实体资产组合商业回报率再创新高。按当前估值，您的个人财富已确认登顶全球排行榜首位。另外，我们通过多层控股的古今未来基金会，刚刚完成了对3家顶尖高科技实验室和2家稀有矿产公司的控股收购。这是报告。好，继续保持低调，分散投资，所有投资的板块继续集中在基础科技，还有能源处理。神秘东方富豪林氏，财富再引关注，其投资轨迹被誉为本世纪最精准预见。2个世界，2种财富，一边是倾国之力打造的未来帝国，一边是足以影响现代世界的资本力量。而真正的财富是知识，是跨越时空的视野，是亲手参与并塑造历史的进程。这才是我想要的。